我一直觉得啊，直播网站应该给直播水平来一个段位进行衡量，这样很多白银段的主播就压根不会浪费时间试图成为职业选手啊，不是那个全职主播啊。我发自真心的说这个话，不是阴阳怪气。好，上期视频虽然数据不咋地啊，但是大伙儿讨论还是蛮热情的，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内容。所以说平台问题之前呢，我还是希望来点互动。有个朋友在上期视频底下留了这个言，说了一些他当小 V 的时候进行 roleplay 的难处，比如说观众不配合呀，弹幕没法互动这样那样的问题。然后我是这么回他的，我说这是一个经典的新人谬误啊，就你不要被观众牵着鼻子走。但具体为什么不要太配合观众，这个解释起来很复杂。你从我本科的专业角度出发呢，我可以给你讲讲什么品牌定位啊、用户教育方面之类高大上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在视频里就说白话，其实观众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。你比如说手表发明之前，大家都用怀表，但是手表一发明出来呢，很多人就发现，这个设计还是挺好、挺方便的，我很喜欢，慢慢的就把怀表淘汰了。但如果你在手表发明之前跟别人说，你为什么不把怀表绑在手腕上看时间呢？人说了你神经病是吧？开个玩笑啊，其实就是说人没法凭空想象自己没见过的东西。类推过来就是，如果你不 roleplay， 观众就不会知道他喜欢看你 roleplay 的样子，因为他根本就没见过那是什么样子。这是个很反直觉的事儿，就是说你适当的不要听从观众的意见，不要跟观众互动。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观众说，哪个主播脸皮厚，从1000条骂他的弹幕里找一条夸他的念，或者说他小心眼儿，从1000条弹幕里找一句骂他的疯了。但是你看这些人呢，往往他们的热度和节目效果还可以，观众也愿意讨论他这个小心眼儿或者不要脸，是吧？那这些主播为什么要这么去做？如果要回弹幕，他为什么不随机回，而是挑弹幕呢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当然是为了节目效果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有些时候呢，你直播了就想不起来这一点。说到底，观众是外行人，看一乐呵，充其量给你点灵感，他们是不对节目效果最终负责的。然而主播才是真正对节目效果负责的人，对于观众的弹幕互动请求，回不回，怎么回，回哪条，这都是有讲究的。你如果完全被观众牵着鼻子走，那就进入了观众的舒适区，你直播就没意思了。说白了，大伙儿都愿意看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但如果你要特逆反，啥也跟观众对着干，比如甚至说训粉爆点，那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，它同样会破坏节目效果。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度，然后怎么衡量你把握这个度对不对呢？其实就是看节目效果好不好。你看说相声的也有很多观众互动环节，但是一般抖包袱或者说贯口的时候人就不会互动，为啥呢？我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表演，你外行人不要参与，都是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一直强调演艺行业的从业经验在微圈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很多事儿你听我一说简单，实际上手操作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它具有很多的细节，需要特别多的经验，乱七八糟的来进行处理。其实呢，做自媒体它也是门生意啊，生意场上有很多的经验，它就是一些反直觉小妙招。但如果没人教的话，很多人可能播1年播2年还是会被观众牵着鼻子走。一般来说呢，你看到做得对的人成功了，或者自己碰运气成功了之后，才能理解之前这儿做的不好，那儿做的不好。这也是我说熟练工多的一个好处。你经常看强队 demo， 久而久之就能学到很多东西。然而你在微圈里呢，就很难看到这些，因为大部分时候是一堆新手在一起乱卷。如果这个新手的心态平和还比较好啊，他就慢慢学，慢慢进步，对吧？这个也不着急嘛。但如果所有人都想赚快钱，那就只能比谁炒作下限更低了，因为很多人的经验啊、细节啊、内容啊，甚至对行业的整个认知都还不及格呢。我一直觉得直播网站应该给直播水平来一个段位进行衡量，这样很多白银段的主播就压根不会浪费时间试图成为职业选手，不是那个全职主播啊，或者说他会认真的去学去练，而不是浪费时间。我发自真心的说这个话，不是阴阳怪气。你就拿我自己来说，很多朋友老问我，玩潜兵播不播呀？看比赛播不播呀？我一般都回答不播。这个不光是因为懒，主要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直播水平呢有非常清晰的认知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，我其实16年就拿一个老号在 B 站发视频了，当时是打 PI 攻略的，我几乎全部病原体天灾成绩分数都可以在世界上排到前 5%， 而且还有全病原体无基因天灾攻略之类的。玩过那游戏的朋友知道啊，还是非常难打了。就我当时打的还可以啊，但是这游戏热度太低了，最后干了3年只跑到了1000多粉丝，19年还把我稿子全给删了，所以我才开了这个号，也算是因祸得福啊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当时直播就播的很多，就什么 CS 呀、DOTA 2呀，我啥都播，没什么特色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有一回我一天播了7、8个小时，直播间里就一个哥们儿看了2小时，其他时候都是我自言自语，嗓子都说岔皮了。最后下播一看，收入挂蛋，还掉2粉丝，哎呦，给我气的。我大概用了几百个小时才知道自己直播效果真的不咋地。但是如果早点有人告诉我这件事儿，我的直播效果就是白银水平，那么我要么就认真的去学去练，要么就直接放弃，干点别的，也比对着空荡荡的直播间自言自语好。
真的啊，不是说你多播就能有进步。我直播那3年应该说是一点进步都没有，不是说你天天对着个电脑叭叭说就有用啊，这是主播的亲身经历。哎，好，这个前面互动的部分太长了啊，为了避免视频前后部分完全说的是2个不同的事儿，所以我打算把平台问题再放到下一期说。不过这次保证不拖更啊，我这期视频的时候就把下期视频提前定时发好。那么我是刁老头啊，今天牛逼就吹到这儿，我们明天见。